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状况川普到底在想什么呢？他打算清洗美军吗？他召集了好多的美国将领啊，对他们精神讲话。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美国城市啊，可以作为部队训练的场地。内部的威胁比外国敌人更难应对，因为他们没有穿军服。所以这一番话听到包括反对党、民主党的耳里真的是很奇特从来没有听过自己的总统会说敌人就在国内。这个是要打内战吗？对于军人来说是保家卫国的吧？各国应该都一样所以你看到呢，川普在这场演说里头直接批评民主党执政的旧金山、芝加哥、纽约还有洛杉矶这些城市啊，很危险，而且失控，说要派军队逐一整顿要列为国安战争的一部分。你看到底下这些军人这一些将领啊，静却无声。并且川普自吹自擂说，你看我上任之后结束了超多的战争，我最应该得诺贝尔和平奖，如果没有被提名那是侮辱美国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现在是战争部部长，他说这个把这些军队这些这个将领数百将领把它集合起来，可是外界就说到底这是搞什么？本来是一个这个 email 一份 email 就是电子邮件就可以取代的一个事情啊，根本你没有宣布什么，你就精神讲话讲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而且其实很像是记者会，你把这些将官来叫他们在楼下，在他们这个底下排坐，是不是很像是道具？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赫格塞斯怎么讲？他说我们这个军中呢，应该要推觉醒文化，你这些将士啊，必须减肥。还有剃胡子，因为他本身是这个电视人出来的嘛，他很注重外表，他外表其实打扮的非常的这个帅气，所以他看到那些肥胖的将军啊，还有上将啊，他说我实在无法接受啊！我有时候去五角大厦，在这个 corner 这个转角看到，我真的觉得这个你们完完全全这个。应该去特种部队。如果你想留胡子，你去特种部队；你不想留，你就剃掉。我们不可以有一支充满北欧异教徒的军队。所以你看他们讲话，真的完完全全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这些将官、这些将领，他们到底心里在想什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幕好了。因为川普走进来的时候，你看到底下坐的这些将官，他们都坐得很挺全场静默。川普怎么说的？我们来听听看。I've never walked into a room so silent before. This is very... Don't laugh. You're not allowed to do that. You know what? Just have a good time. And if you want to applaud, you applaud. And if you want to do anything you want,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And if you don't like what I'm saying, you can leave the room. Of course, there goes your rank. There goes your future. 川普以为他走进了什么样的地方吗？底下坐的是将官军人没有在拍手的。你看他讲的是什么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全世界都在看这一场精神演说，包括中共的官媒公众号牛弹琴就有一些脏痞，他说其实用大白话来讲这一次的紧急训话不排除就是美国军方要大清洗的开始，他们要这个民主党你们这些将领，你们要跟民主党的观念划清界限，大概是这样子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说法。那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的军事是剑指中国吗？一直以来他当然在预防中国可以这个超过他，不过呢他还要为自己来做一个精神的讲话。他说其实普京是纸老虎啊，中国跟俄国的潜艇落后我们美国25年他在这一场演说里有特别说，我已经派了很多一两艘的核潜艇到俄罗斯，我们观察了很久我们已经领先中国跟俄罗斯的潜艇至少25年俄罗斯第2，中国第3可是他们正在赶，至少要5年差不多5年就会追平。那另外我们看看中国现在的现况是什么？中国的第4艘这个所谓的核航舰这个舰艇004要动工了说是第4艘航母，也是第1艘的核动力航舰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冲着美军现役最强的福特级航舰而来说是要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这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可是我们看到美国其实也有一些讯息出来说，他们的空军打算要做一个所谓的飞行军火库是隐形飞翼打算要携带数十枚的空对空飞弹
来帮助这个战机来作战哦。那它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型示意。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两边其实都在比拼中国大陆的这一艘哦。或者是说这个叫做燎原 -1哦，它的一个相关细节，这个是来自于中方的军事杂志《兵工科技》哦最近的刊文，说它的性能超越美国同类型的武器，它是近距离拦截来袭的飞弹跟无人机，而可以作为舰载防空系统的最后一道防线，它叫做燎原 -1哦，说是跟美国的太阳神舰载雷射武器是可以碾压的，是可以比拼的。来，先请教将军怎么看？我先讲，这是这个美国800个将官回到美国本土去开会，那确实是全世界所关注的事情。那首先我先说明一下，我看他整个赫格塞斯的这个讲话内容，其实有一个重点，我们先讲重点再讲花絮。重点他在强调一件什么？他要将美军全球部署改为美国优先换言之，就是他可能在他的国防预算能力上面没有办法再担任一个全球警察的一种角色，因为这个确实是很花钱。光11艘航空母舰这个海上部署，那个开出去的钱就很多，所以现在很明显看出来，美国因为自己国防预算不够，他可能没有能力再担任这个全球警察的角色，所以他改成以美国为优先但他美国为优先，他的重点放在哪里？他不是说这个武器说的，而是他要想办法去精进他的科技的武器，譬如说他的金熊计划等等是以美国为优先。这大概这是他讲话的一个整个军事战略上面一个重点。第二个，我们来讲这个细节部分，比如说，我们先讲这个川普进来以后说没有鼓掌。你知道美国他们军人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总统到会场以后，所有这个共和党这个或者是民主党的参议员都会起立鼓掌，只有一群人不起立鼓掌，那群人就是军人，就是将领，因为他不属于任何党派，这是美国最优良的传统。他认为他们的重点就是国家责任荣誉，他们效忠的是国家，而不是一个党一个派。或者是一任总统，你川普会下来，那下一任总统如果是民主党的话，他们一样要对他效忠所以这个很明显，我们看出来，川普来讲的话是完全不懂军人的一个礼节那我们不免想到我们台湾这个领导人赖清德不是也是如此吗？他上次去参加国军将官的一个晋升典礼，进去也说，你们怎么不起立？完全就不懂军人礼节嘛。我觉得这幕僚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川普您本身已经当过一任总统，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叫跟人家讨拍，叫人家对你鼓掌？第二个我们讲说是这个，我认为赫格塞斯这个要求是对的大家不要把它当做那个。如果说但是赫格塞斯会做这种要求，代表美军完全真的是已经走入当年的8旗军的那种子弟兵的那种态势，已经又肥胖又满脸络腮胡，根本不重视服装仪容。军人的纪律是从由外而内来训练的，不是由内而外，是由外面的外观的要求整齐一致、统一一个口号、一个动作来要求到内心里面能够一致。所以说他要求服装仪容，这是我可以接受。但是我们同样来想。换个角度来讲，是不是美军散漫太久了？现在满脸的络腮胡，然后臃肿肥胖，而且都是将领。那你这东西，我觉得代表说美军事实上已经是散漫了。我们台湾要不要要求军人的体能？当然也要要求啊。比如说以我个人来讲，你知道我虽然说少将，我每年还是要被叫回去到部校去做体能测验的。这个我阶级拿掉，就是你不能挂阶级，挂阶级那个来测验你的都是一些士官他如果说是看到你挂一颗星星。他可能会不敢对你太怎么样，但是阶级拿掉，然后直接入列，然后入列了以后，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跑步都要。那我们当年我们进去考这个战院的时候，第一关先5000公尺跑步，30分钟跑步回来及格，而且还跑2次，一次还不行跑2次。如果你跑步不及格，你知道连考卷都不发给你，不要说去参加考试及不及格，连考卷都不发。所以军人来讲的话，你不管到任何阶级，你都应该注重自己的身材，注重自己外貌，还要培养自己的体能。我觉得赫格塞斯这个要求是对的，但是也显示出来。美军本身来讲的话，已经是非常的散漫、臃肿，然后根本不修边幅，那是一个散漫的军队。是，赖老师。川普跟赫克塞斯当然有权利把所有的将领都招回来，是。但是军队是一个严肃的事你要看适不适合。很明显的，把他们都这样子劳师动众的都招回来，大家以为有什么伟大的事要宣布，结果也没有，只不过就是2场精神讲话。
我觉得美国的记者的评论讲的是很中肯的，也就是说，你可以用一个电子邮件，或者你拍成视频，或者是你可以在国内的某一个针对于例如说可以到军校去啦，到西点军校啦，或者是到一个国防大学的一个演讲中，把你的理念传达出来，然后再做成视频发给三军来看嘛。新闻也会播报，也会播报嘛。我想这个在过去，我记得我在巴黎大学读博士班的时候那个时候法国的总统希哈克他正要把法国的军队从征兵制改为募兵制，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哦。是。那他选择的就到国防高等研究院，因为我那时候在那边做研究他就到国防高等研究院在那个地方做演讲，对于法国的当时的在内的这些高阶的将领军官做演讲，讲完了以后，这个政策就公布了，然后马上就通知到三军去了。其实这样做法反而是更庄严，然后更有效，更大的传播力。我觉得现在的赫格塞斯也好，川普也好，他们对于军队的这些高阶将领，他们太不尊重了，是他们把它当儿戏来戏耍，这个是不好的一个事情，而且会让这些将领等到他要回到他的驻地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会嘀咕的，就是说干嘛这样子，就是只为了听你这个都可以听得到的演讲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他们两位太任性了，而且太滥用他们赋给他们的权利那美国的军队是不是已经不能打仗了我觉得这个是见仁见智为什么？可是我相信因为川普也好，赫格塞斯也好，他们都有看到中国大陆的93阅兵。我个人的推断当然这个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我个人的推断是，大陆的93阅兵或许给赫格塞斯或者川普一个启发，也就是说，大陆的军容那么的严肃，那么的严谨，然后每个军人真的就是干干净净的，晒得傲黑的，然后体魄都非常的健美。那他反观他们的陆军当时的阅兵，就是川普信誓旦旦，而且还要搞一个跟他生日同一天的阅兵，结果大家看上去是懒懒、三三两两的、散散漫漫的阅兵，跟大陆的军容比较起来说，那真的是差别太大了。他要整肃军容，或许也是因为被93刺激到了吧？彬哥，其实美国军队本来就有不可以留胡子的规定真的本来就有，但是呢。有人例外，什么例外？因为宗教因素。对，因为有一些，比如说锡克教，他们就是有留胡子，所以要尊重人家的宗教。难怪他这样讲。对，然后有一些是那个，就是因为他有毛囊炎啊这些东西，皮肤上的问题。那其实赫格塞斯现在什么意思？你知道？其实就是我管你是什么宗教，管你是什么东西，都给我剃掉。对，你就是要给我剃掉。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其实在贯彻川普一贯的就是你宗教信仰跟我不一样，是吧？那请便。他的意思就是这样，那你就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们是在做一个排除异己的动作。那老实说，你要做这个动作，说真的，你就发个 email 就结束了，不就这样吗？这就是一个规定而已嘛，对啊。那你把这些人千里迢迢从全世界找，你知道光把他们找回来，你要花好几百万美金，真的。那请问一下，花这个钱的目的只是为了做这一场秀？这何必呢？这样子你就会比较有权威吗？我看恐怕并没有。你要知道，美国军人其实都很有个性的，我讲实话。而且不要忘了，在台下坐的这800多人，他们都是将军，他们平常在全球各地是独当一面的。你以为你突然给他们这种排头吃，他们就会满意吗？虽然你赫格塞斯过去曾经是军人，但是你的军阶比他们低多了。对他们来讲的话，你算什么东西？在我面前跟我讲这个，不就是这样子吗？如果我相信这些将领的心里头一定想，你要不是拍川普的马屁，你怎么可能做这个位置？真的，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现在居然来教训我，我觉得这只会造成军队内部更不满而已。这是摆明的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做法。然后川普自己也在那边把它当这场秀来弄。但更可怕的就是，你知道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他就已经想要动用军队去修理国内的人当时洛杉矶暴动的时候，他就已经要去了。对。那可是问题是，美国的惯例是你要州长。去请求才行。美国上次是1992年，当时暴动的时候是州长请求之后才去的。那现在你觉得，因为他想去的是民主党主政的地方，你觉得民主党哪一个州长会跟他讲？当然要去，当然不会。所以他现在目的在干什么？我觉得他是准备必要的时候，我管你州长准不准，我都要派军队进去。
那未来美国内部的冲突可能就会非常严重。所以他先预告。对啊我可能会这么干，对啊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好，我们来看看呢，我们的国庆日双十节10月10号，可是对岸中国大陆他们的国庆是10月1号。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他就发了一个庆祝的贺电给对岸嘛，那同时之间他们的竞争还是在持续。您看到这个美国商务部扩大实体清单的适用范围包括被名列这个公司持股50%以上的子公司都纳入清单，就是范围更广了。所以呢，中美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它的变数也变得更大、更为复杂。而另外呢，美国的贸易代表甚至放话说，对中国课55%的关税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好，所以你实在有一点看不懂这两国高来高去到底会怎么往下走。中国也祭出了所谓的海运条例增订反制措施，因为你要打我，我也要攻你嘛那你也可以看到呢，大陆因为各国的船公司都已经把大陆建造的船只调离美国线，避免受到影响。所以中国是否真的有反制行动，还是要看对方怎么样出招，或者是中美的贸易协商的结果是什么，大家都还在看。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议员在与驻华大使交流之后，暂时放弃中国恢复采购美国农产品的希望。我们看到这是共和党的议员嘛那他跑去这个跟美国的驻华大使做了一番的交流之后呢，说中国其实他们就知道现在的状况，中国大陆的想法了。中国短期之内不太可能恢复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至少我们新闻大白话也跟大家讲了他们转到南美、转到澳洲去采购这些大豆还有其他的农产品。而另外呢，美国政府要关门了，这不是第一次，可是现在看起来又要历史重演了，因为预算案没有通过，所以我们看到川普就威胁民主党说好啊，可以啊，关门我将要大规模的裁员因为其实这个政治僵局如果不解的话，应该是在礼拜3就开始停摆了。所以呢，他说没关系我把你们这一些不必要的人，我再把它裁掉。而另外呢，可能因为公务员嘛，政府关门，公务员会有一个休假潮，至少有75万名的联邦员工被迫休假所以这个人事的成本每一天就是122亿台币这么多。的确这个政治恶斗正在让美国其实更加的往不好的方向走。我们看到各种的报道都出来了，他说像是这个报道就说会有400万的联邦雇员被迫无偿工作，因为你有一些必要的东西还是要维持，那你没有钱，你没有付薪水，所以无偿工作，然后数万人停职，部分政府机构的运作会中断。而另外呢，这一次的经济就业影响可能范围比起以往更加剧烈，因为我刚刚讲过去它的这个政府停摆不是已经曾经有过，可是现在呢，有一些牵动需要领社福的这些人之外，还有呢 FED 的决策有可能也会停止所以呢，各种的这个不利的因素都会纷至沓来。川普说了你民主党要这么干，所以我有一个不可逆的行动，就是刚刚讲的，我要把一些大规模的联邦的雇员，我要把它裁掉，不可逆，我把你 fire 掉了，你就回不来了。而另外呢，美国人一般的民众现在其实真的很担心因为眼看着你到超市去，看着货架上面的物价不断的往上飙美国9月的消费者信心降到5个月以来的最低。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零件厂商像是这个厂商叫做 First Bright 已经是这个申请破产了申请破产保护影响。那另外你看百工百业各种的骨牌效应都浮现了，所以有人就说有没有可能2007年的经济泡沫会再现，因为现在债市的浮现金融危机前的征兆你可以看到包括次级汽车的放贷机构 Tricolor Holding 也说破产那你看到各种的这个连锁的效应包括金价，因为大家一个避险的工具明年说是会冲到4200块美元因为风险嘛，有风险黄金就会涨所以看起来经济前景美国很不好，全球都会被牵动。来，卢比奥这一次的对中国大陆10月1号之前也就是在9月30发出贺电
以国务院国务卿的名义发出贺电，当然很突兀。为什么？因为卢比奥是仇中反中的美国的鹰派的代表之一。去年也就是还是民主党的布林肯执政的时候啊，他是很不礼貌的，在大陆国庆完之后，10月2号才发出贺电，哪有说你生日完了以后再跟你说，哎，祝贺你啊，跟你的这个人民啊，这个生日快乐，这个哪有这种事？但是布林肯就干这种事，10月2号。可是卢比奥他是比布林肯还要更仇中、反中、恨中的，这一位竟然会在9月30就发出贺电了，所以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嘛。说哎呦很突兀哦，因为这个人在当参议员还有当国务卿的时候，对中国大陆一直是不友善的。那他是不是在释放出什么讯息？当然是，因为他在营造什么呢？营造 APEC 会议的时候，那两国的元首能不能会见面？目前都是只有美方传出来，中方到目前没有正式的回应说会见面。那如果这个首尔或者是庆州的会谈谈得很好，那相当有可能川普到北京访问就有可能再往下走了。那川普如果到北京访问也很成功，习近平再到美国来访问，那就更有可能的事。可是中间只要有个环节卡住，那都没有办法了。这第一个。第二个，但是他问的是，卢比奥是被中国大陆制裁的美国的现任的国务卿，他在当参议员的时候就被制裁了。他不能够进入中国大陆的国内，那问题就在于，如果川普要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他会不会在这个之前被解除制裁？所以我觉得这也在考验卢比奥怎么去处理他被制裁的问题。另外，美国的301的这个报复行动就特别301，就对于中国的船靠码头10月份就要实施了。大陆现在的态度也很明白了。也就是已经针对美国的船靠中国大陆，这已经公布了，也就是美国的船靠中国大陆的港口一样要课予这个特别费用了，而且对于美国的船的所有的这一些保险公司、承揽业者，是不是都要课这个保护那个相当的费用？我觉得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已经出现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大家都还搞不清楚美国到底会怎么做的时候，大陆已经先公布了，而且已经开始要实施，所以每个人都在看，那美国的船要靠中国大陆，未来该怎么靠？那么美国的货物运到中国大陆要怎么办？另外，您提到有关于美国的农产品的问题，其实不是美国的参议员讲的那么好的消息了。为什么？因为大陆现在是除了大豆不买以外，目前来讲牛肉也不买了。所以大家看到的就是欧洲的牛肉一船一船的在装了，那欧洲牛肉一船一船在装，反而美国的牛肉到现在卖不出去的话，其实美国在农业这个部分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紧张。美国的农业次长到台湾来，因为赖清德说他要拿出100亿美元来向美国买，其实我是高度怀疑，我们有那么多的冷冻柜，把美国的牛肉装在我们的冷冻柜吗？有能够把美国的这个转基因的，就是基改的这些黄豆送到台湾来，我们老百姓要吃这个基改因的黄豆吗？可以吃吗？吃了会不会出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赖清德还是要跟我们讲清楚你是用美国的黄豆来喂猪，还是要来喂人？我觉得这点你要讲清楚，你可不要让我们吃的不明不白的转基因的这些豆浆这个还是要弄清楚那美国的经济会不会出现泡沫？其实目前很多的分析跟很多的讯号看起来都美国的经济似乎都快要破了因为它的股票涨得太高了，然后它个别的科技股的股票也涨得太高了，它的债市也有问题了。如果说美中之间没有在它的股市、债市破之前达成协议的话，一旦破了，我想这个是美国很大的灾情，对全世界都不是好消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接下来请问彬哥。我觉得中美现在看起来贸易谈判是越谈问题越多，基本上就是这样。
因为川普也是想到什么就突然之间又加个条件。那中国大陆这边，我觉得他底线倒是摆得很清楚，反正就是如果你没打算要跟我对等的话，那很多东西大家就来嘛，要对干就对干。所以我觉得这种谈法恐怕很难在今年内有个结果。我觉得可能要拖到明年以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两国的经济当然都会有所损伤。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如果你是中国大陆的话，你恐怕会越来越不急。为什么？因为美国自己正在自己搞死自己啊，那你干嘛急对不对？你看他现在政府搞到水火不容，又要停摆川普可能觉得无所谓，因为他第一任的时候就停摆过，所以他也无所谓，他可能觉得没关系啊，就来啊。而且他这次的底气会比上次更足，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竞选连任的压力，所以我就给你硬搞吧，管你的。那甚至我觉得，因为他现在恐吓嘛，就是说，好啊，如果你们要这样做，那我趁机把你们这些人都 fire 掉。他可能就来这一招，要裁员。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会让民主党很为难，因为如果真的有大批人被裁员，民主党的压力就会变很大。他这些人可能会怪到民主党头上，所以我觉得民主党的接下来的怎么抉择就会变得非常重要。可是川普现在是有恃无恐，你看我们上一节才谈到，你民主党如果不就范的话，我第一个用选民的名义压你，第二个你再不就范的话，我用军队来压你，他是双管齐下。那可是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把国内视为他最主要的敌人的时候，那请问一下你怎么去面对外敌？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想法。你明明知道说你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大陆，可是你现在正在内部搞死自己人，这看起来不像是安内攘外，这看起来像是管他的外敌不重要，我们先斗垮自己再说。这个逻辑就变得非常奇怪。而且川普讲话有的时候颠三倒四，像刚刚我们不是提到吗？他说那个中俄那个潜艇还落后我们20年、25年。对，他说25年。可是他又说5年之内人家要追上。对，我也觉得奇怪，就是我在念的时候，我也觉得，25年跟5年。所以到底是谁？是中俄科技爆发性，还是你美国在这几年迅速衰落？所以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就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川普显然至少在短期之内，我觉得大概几个月之内。他这种拳打脚踢、到处乱搞的态度是不会变的。那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我觉得美国未来的经济恐怕是岌岌可危。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将军。这次来讲，美国停摆已经在今天我们台湾时间中午12点钟正式关门了哈。那当然这不是第一次了，上一次是在2019年，也是川普第一任总统任内，在他当总统任内上一次总共关了3次门，但是这3次门里面最长的一次被关了36天，然后美国总共损失了110亿台币，我想计算单位大概以台币来计算，损失那么多。那为什么？因为你关门之后还是有很多的这种额外要支出的钱嘛，所以说是互相支出。但是这次来讲，确实比上次要更严重。为什么？上次这个川普任内最后一次那次政府关门，是因为美墨边界盖围墙的问题，然后民主党跟共和党各持己见。当然那个边界问题比较好协商，那这次不一样。这次100%就是双方为了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因为我们都知道，川普来讲，他要大大的删减联邦预算，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包括他要裁减联邦雇员或者是这个裁减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删减什么？删减有关于医疗保险这部分。那民主党对这方面是很坚持的，他觉得说你这个医疗保险这个不能随便乱删乱减。所以说两个党到现在为止。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黄国昌接连被爆料说他养狗仔，他指挥狗仔去偷拍政治人物那这件事情呢，先是劲爆这个镜传媒底下的这个媒体爆料出来，那接着当然绿营接力在报道，政论节目铺天盖地。那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灭党计划呢？先是柯文哲被关被羁押了1年，现在尽管交保，下一站黄国昌
下一个目标是他吗？哦，我们先来看看2个礼拜前，时间在9月15号，刚刚接任民进党秘书长的徐国勇，他在主持民进党的网络节目《武清 Life》的时候，讲了这一句话，来听听看。民众党有讲过，2年条款一定要实施，所以在一个会期，你黄国昌就不是立委了。你的日子没偌久啊啦，你的日子不久啦。马上就要到了，马上就要到了，明年2月1号你就不是立委了，好，那你的好日子不久了，在一个会期你就没有特权了，哇，你倒回去看，细思极恐啊，哦，所以5箭齐发，是不是这样？5支箭射向黄国昌。第一支箭，这个女记者卷入所谓狗仔偷拍风暴的中央社叫谢杏恩，她先是自己离职了，可是中央社不依不饶，现在呢说你伤害我的社誉啊，我要提告你谢杏恩要背信等罪的刑事告诉。第二支箭，林传媒突然说，我们要停刊，之前所有的员工、社长也致歉说，没有想到会来这一步，走到这一步，哇！这个事件真的越来越大了。林传媒为什么要停刊？为什么要道歉？说当时他有跟黄国昌合作，叫做揭弊协会，有一些所谓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接力报道。这样听起来没有什么错啊，为什么要搞到停刊资遣员工呢？第三支箭叫做涉及港资国安法伺候我们看到赖瑞荣就讲说你黄国昌的资金哪里来？如果是港资的话国安问题要抓人咯。背刺我们看到现在政论节目有台都说你黄国昌不只是爆料或者跟拍绿色的这个政治人物，你甚至跟监柯文哲，还跟监谁嘞？蔡壁如。可是我必须强调到目前为止，包括所谓跟监柯文哲88会馆的事情，或是蔡壁如跟四叉猫吃火锅的，到底是不是黄国昌指挥调度的？不知道，因为来源现在不确定。另外呢，第5支箭，蓝白关系要生变了。林传媒证实说当时严家有没有在补选立委的时候说所谓的码头弊案资料就是黄国昌提供的你们蓝白合这个也是在某种程度中间在做梗啦你看蓝白怎么可能合？他不但偷拍自己人，还偷拍你蓝营的人。那另外呢，我们来看看黄国昌如果真的万一退一万步讲，真的被收了，某种程度被收了，那揭弊这件事情到底现在在野党的立委会在野的人士谁能够比他更强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可能浮在台面下的事情，包括我们看到海鲲号的进度卡关，顾立雄说进度真的落后了，11月交件有挑战性，那中间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呢？因为正常的国会议员想监督，恐怕也会被安上跟中共里应外合的帽子，所以监督很困难呐。徐小青就讲说有被冻结的资金，这是海鲲号的预算一直都没有送进来你执政党你要把预算送进来啊到底后续花了多少钱？20亿解冻它冻结了一半。另外我要让你解冻，你不送这个预算说明书进来，我们怎么帮你解冻？好，那再来看看台美之间的晶片产能，美国已经呛虾说要55分台湾很多人说你用抢的比较快啦。郑丽君又去美国谈判了，现在回来了，说我们谈判不会涉及，也不会答应所谓的55分。来，彬哥，我觉得他们现在当然就是把黄国昌往死里打，管他是真的假的，管他是不是真的有证据，先打再说，就把他讲的跟真的一样就好了。那当然已经造成一些边际效应，包括今天中央社说要告这个谢姓记者，对。要直接告他，那当然这是这位记者跟中央社之间的问题。那可是老实说，以现在不管是林传媒结束掉也好，或是其他绿营指出来说什么涉港资也好，我都很想请教一下，你们到底直接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一直在讲的就是，如果黄国昌有涉港资或甚至中资，你们根本已经不用做这些新闻了，也不用讨论了，直接抓他就好了。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他是台湾现任的政治人物他立法委员又是民众党党主席，如果他收受中资，你直接可以抓人了。那为什么没有动？
那同样呢，现在你们讲了铺天盖地说哇，他养狗仔啊，什么什么东西？请问一下，那养狗仔总要有金流吧，对不对？他跟这些狗仔之间的对价关系是什么？你们拿得出来吗？我那天看到有个人讲说，哇，找狗仔9天20万，什么什么巴拉巴拉，讲的跟真的一样，钱你付的，你怎么知道是9天20万？实际上，我自己是干记者出身的啊。你说记者跟政治人物合作去查案子，很少见吗？这不常有的事吗？这有什么好奇怪？民进党自己就没有啊，民进党好几个政治人物过去就跟我合作过。哦，真的、哦？你知道我在讲什么？9天20万吗？怎么可能？我跟你讲，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合作根本是无偿的。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我们也需要他们提供消息嘛，那他们也希望我们提供他们消息嘛。所以大家互通有无，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这有什么好奇怪？所以你看他们讲的笼笼统统讲了一堆，你们如果都认为这些证据都是真的，最正确的，赶快去告黄国昌啊，把他绳之以法啊。那结果为什么都没有司法的动作？为什么都是不断的在政论节目上、在网络上拼命的讲，可是没有进一步的司法动作？这表示他们手上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王一川昨天更好笑。提出5点声明，反正只要你认识谁，你就要给我退出政坛。话都你讲就对了。那王一川，你到现在你的资料，你怎么知道民众的资料？你到现在没有做一个交代。那你要不要退出政坛？而且我劝你最好不要讲退出政坛这件事，这是你老板的大忌讳。你老板当年说吴乃仁有涉案，他退出政坛，吴乃仁牢都做出来，他还没退出政坛，对不对？所以你要讲这个吗？你真的要扯这些东西吗？所以我老实说啦，其实他们打这个已经打了2个礼拜了。你觉得效果也很大吗？我觉得真的还好，就只有在他们同温层之内，大家讲得很嗨，因为你们拿不出真凭实据出来，而且就算他跟记者合作去拍了你们，那请问一下犯了什么法？我实在不知道犯什么法。对啊，他在公众场合拍你，他也没有去给你装密录器，也没有去给你装定位器。他没有侵入你的私人空间，请问一下，他到底犯什么法？我真的想不出来他犯什么法。如果黄国昌这些举动犯法，那以后媒体狗仔队全部取消了。我讲实在话，因为我们全部犯法，不是吗？然后很多人说啊，你凭什么去调查？凭什么？我想请教一下，原来民进党认为爆料是不需要查证的，所以你民进党你们的爆料都是我自己脑补就好，你们没有经过查证的过程，你们就敢爆料，你们这么厉害？那请问一下，你要去查证的话，你不需要去调查吗？你不需要想办法去跟拍吗？我告诉你，我曾经守一栋大楼，我每天都在那边看那栋大楼进出的人是谁，我就把一个一个把它记下来，我甚至还去翻他垃圾桶，就是找资料啊，不然呢？这有什么好奇怪？这本来就是我们会做的事情啊，这到底犯什么法？我不知道。其实翻垃圾桶有可能触法，有可能触法，对啊。但是我是等他丢到那个集中场的时候，对，不是集中场，就以前外面有那个比较大的，当时还没有垃圾不落地。OK， 我是在那边去捡。所以我真的觉得你们可以继续炒这个东西，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效应是起不来的，你们就用力炒。海鲲号摆在大家眼前了嘛，他到现在还是潜不下去，就这么简单呢。然后现在顾立雄也坦诚有问题嘛，我也赞成有问题，就是要把它修得好，所以保证安全之后再往下潜。对。这是我们必然要做的，可是不要每次都用话术糊弄，每次都讲说啊，对，现在可能9月有困难，对，可能11月有困难，每一次人家问你说，对，确实有困难，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呢？不知道。那要到多久？2048可不可以？还是2088？你总要给我们一个时限吧。如果这真的是一个完成不了的烂摊子，我们是不是要考虑停损？我们还要继续投钱下去做这个烂摊子吗？拜托，赶快给我们一个交代。赖老师，我记得民进党当在野党的时候，他很主推公民记者，他一直说每个人都可以是公民，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在报社或是在电视台，你才能够成为记者。那他的所谓的公民记者，意思也就是说全民狗仔的意思了啊，其实就这么简单了。然后他还故意的用了他的很多的所谓的自己印的一张公民记者证，然后去冲撞所有的这个记者会，尤其是当时马英九在内的时候的所有的记者会，这就是民进党他们常用的手法。那他现在执政党了，他就不推这个公民记者了，因为他这个已经利用完了，
他就把这个丢掉。现在对于黄国昌，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手段也是一样，因为这个都是台湾的媒体跟政界之间的长期的生态。也就是说，你要查案或是你要揭弊，那你就必须要有政治人物的配合或者帮忙，记者才能够更有效率的、更准确的能够抓到或是找到那个弊案的核心点，然后把它公布出来。现在他们把它混在一起里面来使用，我觉得韩冰刚刚讲的很清楚了。如果真的涉及到司法的问题，涉及到国家安全的问题，那民进党绝对早就动手了，不会透过媒体来放话啊！我想这个态势导得很明白。不过徐国勇的，我们也都是朋友很多年了啊。徐国勇这样的对黄国昌的讲话，其实你严格上来讲，很有可能会让黄国昌心生恐惧。这个就不是一个党的秘书长应该做的事情了。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川普昨天啊，对于这个将领讲话，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听不下去我讲的话，你可以起身站起来就走，但是啊，你要注意啊，你的军衔还有你的前途就不保了。这个看起来是开玩笑的话，但是这会让对方心生恐惧啊，好像就是我跟你的意见不一样，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必须要完全配合你。赫格塞斯讲话也是如此啊，就是不同意我的政治正确的，你就滚蛋。所以其实他的话很简约的来讲，就是你要认同我的政治正确，你不认同我的政治正确，你就滚蛋。我觉得这个都是会让对方心生恐惧，这个都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那美国是如此，其实国勇兄也是如此，还是不要让对方有心生恐惧的这种感觉比较好。顾立雄的问题，我觉得安全的问题当然最重要，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不断的延宕？延宕的责任到底在哪里？延宕的责任是该谁负责？问题是出在哪里？出在外商，还是出在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如果出在外商，那你要不要去追究外商的赔偿的责任？如果出在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负责任的是谁？他推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因循怠惰？有没有能力不够？那个话讲太多？有没有本身根本没有能力承接这样的一个工程，但是为了要得标，然后吹嘘，然后拿到这个工程以后做不出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哦，这个潜舰大家要看它沉下去，而且不只要沉下去，而且要沉多深。如果你只能沉250米，就是250公尺，那这个潜舰是废物一条因为现在的潜舰要沉到400-500米，这个才是一个基本的标准。最少要沉到这边，你如果没有办法沉到这边，你这个潜舰就没有用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够不够安静，第三个就是它能够潜多久。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们台湾来讲，当时蔡英文花这么多钱，而我们当时就已经一直在说人才没培养，人才从头到尾都没有培养造潜舰的人才，没有培养，没有知识，没有产权，没有图纸，没有制造能力，然后吹嘘说能够造潜舰，结果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潜舰是杂牌军，有意大利的，有什么丹麦、挪威的，还有什么英国的，还有法国的，反正杂牌军。现在的情况就是连一个沉下去到目前都做不到，我觉得这个应该要追究责任，而且要追究到底是谁下这个决策的责任。如果我们的潜舰这个案子从此以后就黄了，蔡英文要对台湾的2300万人要谢罪，我觉得这一点他要负完全的责任。而且不只是决策可能错误，有没有人贪赌？对，这个我们民众其实是很关心的。来，将军有没有人贪赌？我2个数字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艘海鲲号这个费用总共花了532亿，我们用台币来算。那你知道这个日本苍龙级的潜舰，还有解放军它039，他们造价是多少吗？120亿，我们将近是人家的4倍。那现在造成这样，这第一个数字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我想潜舰来讲的话，整个建造一直到成军的过程，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首先，它如果建成之后，外壳外形都做好之后，是下水典礼。就我们那时候大家都还记得，在2023年这个6月的时候举办这个下水典礼，但是是干下水，根本就没有到水里面。
那纯粹就是政治下水，为了让蔡英文彰显他的政绩，所以摆在那个地方，那是全世界的一个大笑话，所有造船界的一个大笑话。你怎么下水典礼没有碰到水的？然后下水完之后，这条军舰是要做什么？叫做西装，之后才开始将船上面需要的东西装上去，譬如说是包括到阿兵哥这个床位、床铺，或者是马桶，或者是煮饭用的厨房餐具，这些东西才开始，那叫西装，还包括雷达，作战用的系统，包括雷达啊，或者是通讯或者鱼雷系统装上去，这叫西装。西装完了以后叫做海试，这时候开始实施海试。那潜舰当然有说是浮潜的测试跟潜航的测试，整个都测试完，如果说是发现问题，就要拉回来做修正、做调整哦。但是这个海试的过程中，从它回来，你就可以知道这套潜舰做得好还做得不好。我怎么讲呢？就如果说是发现大毛病，问题很大条，对不对哈？它回来就要上干船坞，等于拆开来要重新做过，所以要上干船坞。如果说只是小毛病的话，那不需要上干船坞哈。然后完了以后，整个都测试完以后都没问题了，才是交舰成军。那我们看一下，到现在今天已经10月1号，那原来预定说是11月要交舰，就是要成军哦，剩1个月，到现在连潜航都测试都没有，怎么可能说是交舰成功呢？那后续还要编2800亿再盖7艘。那我试问一下，如果说现在黄曙刚都已经这个辞职了，那是不是后续我们合理怀疑是变成一座所谓人家讲烂尾楼？这是不是就是烂尾舰？那我们讲哈，这次来讲的话，我们从几件事情可以看出来，这个船有问题。第一个来讲的话，它上测试回来以后上干船坞是80天的时间，那代表说是问题很大，等于几乎拆开来重新组装。我这边跟各位做一个比较，我们最近在讲大陆的福建舰成军哈，它几次，它从去年这个2022年下水以后，西装完以后，去年开始海试，已经9次了海试，它回来以后，它有上一次干船坞，那只是重新把下面的漆重新刮一刮，然后没有重大的这种整修哦，所以它很快的马上就可以成军。那我们同样，它是一艘8万吨级的航空母舰，我们这只是一艘潜舰。我跟各位讲，这个福建号下水是在哪一年下水？是在2022年6月下水，到现在为止大概3年多一点，从西装完到海试完。但是海鲲号现在来讲，去年到现在已经整整2年了，到现在海试没有成功。如果说按照郭喜的说法来讲的话，这艘军舰现在问题出现来，不是能不能下潜，而是他的脑袋、眼睛看到这个目标，然后这个弓箭也很好的弓箭，可是脑袋指挥不了手去射这个弓箭，那现在问题就很大了。那你这个后续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真的做不出来，要赶快认损，不要再将老百姓的血汗钱硬砸在这边，跟丢到海里面去一样，这个有去无回。是重点要告诉我们实话了啊！如果一直说谎的话，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在哪里。